吴雪的剑气如虹，划破了黑夜的沉寂。那道黑影在他矫健的身姿前，宛如薄雾般消散后，萧炎步履沉重地来到他的身旁，目光深邃，似乎要穿透这无尽的虚空。神奇联盟的3大神军全部出动，就连天龙大神军都亲自出马，并且在5大神阁的各大区域布下结界，就是为了阻断丹神塔的外援。萧炎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而丹神塔这次又被灭神府的人入侵，与灭神府府主的一战，师傅也受了重伤。这场入侵远非偶然，背后必有阴谋。萧炎也是很快发现了此次事情的一些关键信息。随后萧炎继续说道：我敢肯定的是，神奇联盟的3大神军进攻5大神阁，并不是因为你们之前发现神奇联盟秘密的事情。如果是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大费周章。我也认同萧炎小友的想法，这次5大神阁被神奇联盟进攻，我们丹神塔又被灭神府入侵牵制，这样一下5神阁那边的事情，我们丹神塔根本无法有充足的时间去支援。此时孽神长老则是站了出来说道：依我看，神奇联盟进攻5大神阁必定有着其他什么原因，具体的还要过去现场才知道。萧炎补充道：如此冷静的心态，还将5大神阁的事件分析得如此井井有条，怕是任何这般年纪的人都做不到。看在眼里的丹神塔塔主对萧炎这位徒弟的赏识，则是愈加的感到惊喜，因为这等心性之人，怕是1万个人中都找不出一手之数。吴雪凝视着萧炎，眼神坚定无比，道：萧炎，你的分析不无道理。此次神奇联盟进攻5大神阁，显然有着周密的计划，而且这次事件背后恐怕隐藏着更深层的秘密。看来这场战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那结界是为了封锁外界的援助，而师祖的重伤更是让我们处于被动。吴雪默然，他的眼神如同寒星，闪烁着冷冽的光芒。他也非常赞同萧炎所说，而那位全身是血的男子也将自己坚持到最后的一句话艰难地吐了出来，道：我记得他们要来夺取5大神阁之主手中的虚空涅槃珠。虚空涅槃珠？吴雪闻言心中顿时一惊，对于虚空涅槃珠的名字却是印象深刻。他的声音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知道虚空涅槃珠是什么东西，那是72大神器之首的存在。但是5大神阁之主各持1道虚空涅槃珠的碎片，一旦5道虚空涅槃珠的碎片重新融合起来，就会觉醒出能够让万物涅槃重生的神秘力量。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们的脸色同样凝重，对于虚空涅槃珠的了解，他们可是知晓此神器的作用和力量。此时内塔之主的眼中闪过一丝思索，沉思片刻后喃喃道：难道神奇联盟这次进攻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夺取这道神器之首的虚空涅槃珠？可是神奇联盟他们要涅槃众生力量的用处究竟在哪里？吴雪的心中现在如同惊涛骇浪，知晓了神奇联盟进攻5大神阁的目的后，他现在一刻都不想停留这里。虽然不知道神奇联盟要虚空涅槃珠做什么，但他知道一旦虚空涅槃珠落入了他们的手中，怕是会对他们5大神阁以及其他超神势力更加的不利。总结出这一次所发生的时候，神奇联盟进攻5大神阁夺虚空涅槃珠，灭神府入侵丹神塔夺苍穹之心，这两者之间肯定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联系。雪儿，没事，师祖如今身受重伤，我让你灭大师傅陪你一同前去，其他神长老就留在丹神塔加大防守，以防灭神府再次入侵丹神塔。丹神塔塔主见事情的确有些严重，也不再耽搁时间，便是立马发话让吴雪的大师傅前去。毕竟神奇联盟只是派出了3大神军，在孽神长老的眼中定能够轻易解决这等事情。吴雪点点头，只要一位大师傅过去就够了，他乃半道神的实力，对付神奇联盟的神军那是手到擒来。吴雪，我也跟你一起去吧，此前你帮我进入丹神塔，那么现在我便助你一同击退进攻5神阁的所有人。萧炎的眼神中充满着坚定，语气中都带着决然之意。见萧炎如此坚定，那么吴雪也很快地答应了。不过他的柳眉微皱，心中暗自盘算着前往5神阁的路程甚远，都要花费很久的时间。现在不知道5神阁的战局如何，时间太久的话，对他们来说，就算到时候救援到达战场，恐怕5神阁都早已经被神奇联盟给彻底的剿灭了。吴雪轻叹一声，思绪飞转间，看看能否想出什么办法，以最短的时间内抵达5神阁时，萧炎的声音轻飘飘地落在他耳畔：你忘了吗？我这里有你之前给我的那个宝物。宝物？吴雪疑惑一声，然后突然是想起了什么，定睛一看，只见萧炎的脸上挂着一丝笑容，然后伸出手掌，其掌心中露出那枚古朴的玉简。吴雪的眼神倏地一亮，恍然大悟，他曾赠予萧炎此宝物，在万不得已将其捏碎，就能够瞬移回到5神阁。不过当时在天域，萧炎他们在元尊的帮助下，并没有动用这宝物，也就是此刻，这宝物仿佛成了5大神阁的救命稻草。3人立于丹神塔最高塔层，凝望着萧炎手掌中的宝物，他泛起了淡淡的幽光。然后萧炎催动神力，轻轻对其意念，
玉简瞬间被强大的神力冲击而破碎，化作点点星光，立马爆射出了耀眼的奇异光芒。他们三人被奇异的光芒包围，仿佛时间与空间在这一刻扭曲，周围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直至消失在视线中，如同被卷入一幅泼墨山水之中。三人的身影消失不见，只留下丹神塔塔主他们眼前的一片奇异光芒。在这短暂而奇异的光芒中，萧炎、吴雪和孽神长老仿佛跨越了千山万水，经历了时光的穿梭，